川普的這種 taco 的行為哦，又再次的進入了另外一個最新的高點，簡直是令外界覺得匪夷所思。就川普現在在玩的，幾乎就是一種自我催眠的精神式的勝利。就明明是打敗了，但是卻要敲鑼打鼓的宣布說是打贏了。全世界大家又不是瞎子，也不是傻子，美以一三方也不需要形成這麼大的戰損。所以你打了這一場仗之後呢，不但回到開戰前哦，還倒退了100步。所以這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模式哦。特別來關心到的是，川普這一回認輸真的比翻書還快。本來說了這個要繼續的攻打伊朗，到他的文明摧毀，但是最新消息是，伊朗提出的10條件，美國是全部願意吞下肚了。德黑蘭現在戰火洗禮，難道浴火重生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全球關心的這個中東戰事，現在可以說啊，出現了一個如電影情節般的戲劇化反轉。川普本來喊的最後對於伊朗的通牒，要摧毀整個文明，但是最新消息來自於巴基斯坦總理，他最後一刻宣布了，伊朗時間在8日的凌晨，我們看到了他說呢，在8月3號30分起是美伊雙方全面停火，但是停火的前提是伊朗的國家安全會議聲明，美國已經願意全面接受伊朗的10點和平計劃了。這10點和平計劃，美國是真的願意吞下去了嗎？因為這當中許多點其實對美國相當不利的，被視為難道川普真的認輸了嗎？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當中的細節。荷姆茲的海峽接下來必須由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來幫助協調，等於荷姆茲美國最在意的部分，現在是由伊朗來掌握主要的主導權。各線伊朗要求要停火，包括了針對於以色列、黎巴嫩真主黨的所有衝突都必須要停下來。美軍還要撤出所有的基地，從中東這邊的作戰部隊都要撤出。重點是伊朗可以繼續做它的核計劃了，繼續進行濃縮鈾的進行。那麼包括了在損失的部分，這一次針對於這場戰爭，美國還是要必須賠償伊朗的損失，並且要解除對於伊朗所有在1級、2級長年以來的經濟所有的制裁，並且所有的事情會交給聯合國安理會來特別做決議。那麼這些條件好像看起來都是美國的戰敗條款的雛形，但是川普並不認輸，嘴巴上還是繼續說自己贏了。他說已經達成並且超越所有的軍事目標，在推動跟中東地區的和平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展，唯一條件就是伊朗必須要重新開放荷姆茲海峽。節目一開始，我們也特別的關心到，這是最新消息哦，是川普難道被打臉了嗎？因為呢，在美伊雙方說要和談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以色列的軍方最新消息正在持續的空襲伊朗。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的辦公室在8日早上發出了最新聲明，雖然他支持川普總統對於伊朗停火2週，但他說了，這個停火不包括在黎巴嫩也把它放進來。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伊朗提出的10個條件？川普真的是認輸要照單全收了嗎？原本放話要摧毀伊朗，為什麼最後一刻又急轉彎？以色列總理最新又持續的攻擊，難道是打臉川普嗎？委員又怎麼看？對，我想，川普的這種 taco 的行為哦，又再次的進入了另外一個最新的高點哦，簡直是令外界覺得匪夷所思、難以想象了。就川普現在在玩的，幾乎就是一種自我催眠的精神式的勝利哦。這種情況過去曾經發生在印度哦，就明明是打敗了，但是卻要敲鑼打鼓的宣布說是打贏了。那現在顯然白宮就在玩這個把戲啊！你今天看到白宮的發言人李威特出來說，美國打了一場偉大的勝戰哦。那麼到底勝利在哪裡哦？其實全世界大家又不是瞎子，也不是傻子哦。那但讓我覺得，為什麼我說他已經 taco 到這個最高境界的地步，是因為到昨天晚上10點、11點哦。我還在跟家人打賭，說川普會不會 taco？ 我說不太會了吧，就只剩下9個小時了，他怎麼 taco 呢？眼看着就要發動地面戰啦，那麼看起來他就要把這個文明給摧毀了。結果我就賭輸了，他果然 taco 了。今天早上一看新聞，他 taco 了。所以我都覺得能夠在行動前9小時、8小時，甚至1小時前就可以退縮哦。我覺得川普真是能忍所不能忍了，所以怪不得外界強烈的懷疑川普的精神狀態有問題了哦。那麼關鍵回來了，川普現在呢，他的勝利是建立在哪裡？他原本要求談判是建立在美國提出來的15點條件哦，他現在已經退到了說
停戰之後，大家來談判的時候是以伊朗的10點條件為基礎談哦，這完全是大退讓哦。而且大家剛才看到思明給各位看到的，他同意了什麼？他同意停止對伊朗攻擊啊。第二，同意伊朗控制荷姆茲海峽哦，同意伊朗擁有濃縮鈾，同意這個解除1級跟2級的制裁。光講這幾點就好了。那當時幹嘛打了？如果你沒打，你當時就解除它制裁就好啦。荷姆茲海峽現在還是國際公用的航道，也不會發生有人來收買路錢的事哦。然後呢，這個美以伊三方也不需要形成這麼大的戰損。所以你打了這一場仗之後呢，不但回到開戰前哦，還倒退了100步。所以這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模式哦。但是我覺得這場停戰，坦白講了哦，我覺得全世界對於川普這種 taco 行為大概也習慣了，所以你光看那個股市哦，在過去這38天裡頭，股市的起伏就可以反映出來大家對川普的信任。剛開始的時候，他講個重話，股市又重跌，然後講個好聽的，股市又回來。現在呢，他說他要消滅伊朗文明的時候，我特別看了一下昨天美股哦，就其實還蠻抗跌的，就大家已經覺得說不能亂賣了，因為誰知道他今天會發生什麼事？就果不如其然，今天股市大漲哎，所以我覺得川普這種操作模式大概也會把全球股市的這個敏感度抹平了，以後大家大概也不太會相信川普講的狠話這些重話了。但是關鍵問題來了，這場戰爭真的能夠停戰嗎？以色列真的能夠停嗎？以色列仍然對黎巴嫩攻擊，大家不要忘了，在這10點協議裡頭，其中有一點是要停止對伊朗所有的 proxy 的這些相對勢力的攻擊哦。所以其實坦白講，以色列已經違反了這10點決議了。那你更不要講說這個協議停戰宣布之後，這個海灣國家還是陸續發出了這個防空警報啊，他們還是受到了無人機跟導彈的攻擊。所以我覺得這場停戰所謂的協議可能只是一個暫時的哦。那至於接下來川普要怎麼收這個尾？就讓我們拭目以待了。好，如委員幫我們看到，他認為現在這一場戰事只是暫時先停下來。那確實在行動上可以看出來哦。其實呢，就在傳出要和談前夕，美國又發出了非常多的動作。除了川普他親自放話說要摧毀伊朗的文明之外，確實來自於《紐約時報》最新揭露，末日飛機被捕捉到在這個內部拉斯加州的奧福特空軍基地上空持續的盤旋，這是一個現象。第二件事情是，末日電台傳出了這個波斯語反覆播送"注意"這2個字。從這2個焦點來看，是否川普其實有考慮要動武？那而且動的是核武哦。那最後為什麼又縮手了？岳老師怎麼看？我剛看了一下這個消息哈，這個川普這個人的講話啊，就是說是他會把自己協商的事情胡吹八推亂講一下啊。他講說是要把這個伊朗的整個文明消滅掉啊，然後又要管這個就是波斯灣的這個石油啊什麼的，既無知又無恥啊！為什麼呢？首先呢，他無知的情況下，就是說他這個說法的話呢，他完全不了解，就是說能夠維持3000年的文明，他們對自己的國家或對自己這塊土地的認同，那個力量是奇大無比。那這個川普本身來講的話呢，他想要放動的話，然後要用核彈來攻擊的話，可能性不大。而且要讓這個整個文明摧毀的話，我一看到這個消息的話，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無知的事情。因為你除非把9000萬的伊朗人全部殺光，你怎麼可能呢？對不對？而且什葉派的教徒會構成了世界上極大的危害。所以我個人看到川普一講的這種事情以後啊，我就知道我跟委員不一樣了，我就認為他一定會taco的啦。為什麼呢？因為他自己講了一個承諾，他做不到的而且事實上川普現在講的內容當中，大部分都做不到。那為什麼他很無恥呢？因為他居然在這種情況下還講說，我應該擁有伊朗的這個油。除此之外，他覺得說伊朗在荷姆茲收費，然後他說這個收費應該我們來收，因為我們已經勝贏麻了的這種情況下，我會覺得說，這裡面實際上的消息顯現出來的內容當中，就這個 V32的訊息是美國的中央情報局想要透過這個方式來聯絡伊朗的內部，這個是比較合道理的。我覺得現在的戰爭要丟核彈，殺死幾百萬人、幾千萬人，我覺得是一個很不可以理解的一個過程。我沒有那個能力來理解，但是我會覺得說，原來因為這個很早，在2月28號開始的時候呢，幾個小時後就有這種末日電台的放的消息。那麼其實他們原來的計劃是透過伊朗內部的力量，然後來構成了政權的更迭，但是沒有想到事情上來講，就是說他們低估了伊朗的反抗力量，以及伊朗人普遍的愛國心理。因為實際上來講，這場戰爭目前發展的情況就是這樣的，伊朗的能力遠遠超過他們的評估。另外，我要順便再講，這場戰爭不會因為大家15點10點然後就停止的，大家現在都利用這個時間來重新準備一下。是。
好，所以現在可能在2周之後，馬上就可以看到會有另外一場戰事哦，持續的更大攻勢的會進行。那我們也剛剛特別提到了嘛，美國是否已經低估了伊朗它的能力？確實，我們從一些跡象、武器庫可以看到，原本呢，川普認為說已經打瞎了伊朗，但是最新情報顯示根本都沒有打到核心。而且呢，我們看到來自於 CNN 最新報道，超過一半的飛彈來自於伊朗的發射器，他說都是完好的。以色列軍方也掌握消息說，伊朗啊還具有1000枚可以打到以色列的飛彈。真主黨說手上還握有10000枚的短程飛彈。大家還記得嗎？我們節目非常早就提過說，川普設定了5大目標要殲滅伊朗，但是這當中現在看起來只有殲滅海軍戰略目標，其他的部分是全部落空的。幹哥怎麼看？好，思敏現在完全說到重點。這就是為什麼E-4B要飛上天去的原因。E-4B 是什麼？叫做末日飛機。什麼叫末日飛機？就是上面攜帶了所有萬一真的打起核子戰的時候，美國總統所必須帶上的人員跟裝備，通通在這架飛機上面。這架飛機叫做 E-4，叫做守夜者，它是用波音747大型客機改裝而來的。叫做 Night Watch 守夜者，它如果一旦發生核子戰事，像去年在6月的時候，不是這個就是空襲伊斯法罕的時候嗎？然後美軍用 GBU-57鑽地彈在攻擊的時候，美軍就要想到說會不會遭到核子報復，所以 E-4B 馬上升空，那個叫什麼？那個叫做在末日戰爭之中，美國總統的行動指揮所，他就坐上去了，他會帶着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以及誰，以及白宮的幕僚長等等，都會跟着他上飛機。這架飛機一應俱全呢，它有18個鋪位，也就是說，你可以在上面真正的休息。美國總統有自己的臥室，他除了還有廚房之外，我跟你講，除了沒有空姐，什麼都有，一應俱全，可以抗電子干擾，可以抗電磁脈衝，可以抗核子輻射，它的功能很齊全。所以昨天川普在講這句話的時候，你們會注意看，有一個文明會在一夜之間消滅，一般人會聽不懂，但是我們專家都聽得懂，那叫做核子大戰。如果真的發生核子大戰的話，才需要E-4B從內布拉斯加的它的基地在天上盤旋的6周，確定沒問題了，才又回到了地面上來。所以其實我可以告訴各位，就從這些蛛絲馬跡，你就可以發現說，川普當時講的話恐怕不是鬧着玩的。為什麼他會這樣做？因為他會預料到恐怕會遭到伊朗的同時間的核子報復。因為美國坦白講一句，他到現在為止，他跟以色列都不知道伊朗的濃縮鈾進展到什麼地步。如果他一旦丟了1枚核彈出來的話，那總統就必須要趕快坐上末日飛機去躲避這樣核子災難。那是美國的戰略武器談判之中的一個安全的規約跟一定的步驟，所以其實他們做事情有時候會顧慮到各個層面，這一點是我們外界所比較不了解的。所以講到伊朗，它究竟還有什麼你所不知道的能力？除了巴夏爾飛彈之外，它還有什麼飛彈是你所不知道的？我坦白說一句，伊朗的核子濃縮鈾計劃恐怕遠遠會超過美國跟以色列的想象跟預判，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昨天還認為說啊，這個應該是真的要打了，結果到了今天，怎麼全面停火了？是真要停火嗎？我說句實在話，在我們的眼裡，這個停火非常脆弱。為什麼？因為川普是一氣數變的那種人，他如果明天又改變了心意的話，油價怎麼辦？股市怎麼辦？老百姓生活怎麼辦？其實我說一句實在話，這個都非常的脆弱，而且都非常的不保險。所以我們認為說，暫時的停火恐怕只是帶來暫時的喘息。明天可能又是另外一番的景象。好，謝謝幹哥。好，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中俄這一次是設局要拖垮美國嗎？因為呢，我們先來看到最近有非常多的動作，恐怕會拖垮美國的國力。先來看到川普派的是第3艘的航母，現在準備要進入到中東地區了。另外呢，他準備要來派嗎？82空降師來奪取伊朗的高濃度的濃縮鈾，地面戰會不會啟動？等一下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好，這個呢，現在川普要來派出的第3艘航母就是喬治
布希號前往中東地區了。那麼另外一方面來看到，這個是美國的多家媒體在披露的，包括了美國跟以色列，他們正在討論一個被稱為是極度危險的軍事的計劃，也就是說，他們接下來要派遣特種部隊深入伊朗的境內來奪取他目前擁有的這種高濃縮鈾的庫存。那麼現在也做了一個評估，說這個情報顯示，伊朗它擁有450公斤的高濃縮鈾，是可以製造高達11枚的核武器的。好，這是針對於濃縮鈾美以這邊的一個最新計劃。再來看到第二個計劃，就是他們要派的是第82空降師。美國無預警的現在取消了大型的演習，進入了備戰戰備的狀態。一旦呢美軍進入到伊朗的本土，這是來自於伊朗的最新說法，將會面臨全面的游擊戰跟導彈的飽和攻擊哦。那麼這個第82的空降師也有可能就會隨時來做進攻，這是來自於兩面不同的攻勢。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呂艦長怎麼看了美軍第3艘航母的加入，代表先前川普有沒有錯估形勢？美軍在中東地區目前的部署到底足不足夠？如果派出了真的有這個地面戰的話，那會不會有什麼樣的風險？呂艦長怎麼看？當初我們來看到這個川普總統他的作為啊，他其實我們這次完全沒有看到B-52或者 B-2 轟炸機使用這碉堡克星的一個相關的內容。那他到底想怎麼做呢？他當初想的也就是透過這個有關於斬首戰，然後接下來密集的攻擊這一些彈道飛彈以及無人機的基地，然後最後讓現存的政府乖乖的投降，把這個濃縮鈾交出來。可是我們不斷的看啊，戰事不斷的升級，但是這個結果一直都不為這個川普所望。所以我們在上個禮拜已經看到了，這最開始是福斯電視，可是我們看到 CBS News 它也很快的引述，也就是我們之前一再提到的布希號航空母艦打擊群。那現在這個航空母艦的狀況到底是什麼樣呢？那我們看到這個有關於林肯號，它當然還在阿曼灣那個位置，可是福特號它已經不在地中海了，它已經進入到紅海了。那它进入到紅海之後，然後我們看到布希號它現在結束了它的那個部署前的一個各種演練。那如果說我們把現在這個除了福特號的所有航空母艦進行盤點的話，我們就會知道以布希號來講，它已經完成了。那它現在隨時待命就可以出發。那如果按照這個時程來講，大概就是14天的一個行程。就像當初福特號從加勒比海出發的時候，那個時候川普總統不是說嗎？給伊朗14天的時間，那個14天的時間，也就是航空母艦打擊群上面的戰機可以夠得到伊朗的那個時間。那呢？但是我們講到這裡啊，我們下一趴還會講到。那我們先看這一個，現在尼米茲號出現了。尼米茲號我們當初都認為它要去除役了，但是並沒有。那我們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也就是在這個位置。也就是林肯號打擊群的位置，那現在也就是福特號打擊群要進入到紅海，那難道他進入紅海不擔心這個胡塞組織嗎？當然擔心啊，但是沒辦法，為什麼？因為他要形成如果配合這個未來的布希號打擊群的話，它要形成3個角的一個前行攻勢。那這個也就是我們講到說，他們未來的動作。但是我們剛剛講到說，這個82空降師大家沒有照片啊，可是其實有。為什麼？我們看到這個其實就是82空降師，他動用了CH-47的秦努克的這個直升機，其實已經將大量的部隊運往那個不確定的一個機場啊。那這個單一張照片不能解釋什麼嘛？他就是不知道往哪裡走。可是還有另外一張其實也是在同一個小鎮，但是它是從後面拍的。那而且它的這距離兩個拍照點的距離其實非常遠，也就是象徵得到說，其實現在地面部隊確實有在做準備，而且我們看到這一艘其實也就是阿灵頓號的這一個
船塢運輸艦，它現在開始進行整補，它不但進行整補，我們在這裡看到一個白框啊，那一般進行整補的時候，不太看到這種情形，就是海面上有警艇在那邊巡弋，也就是不讓任何的閒雜人等以及船只或者是遊艇接近。那現在也出現這種狀況，那這是在諾福克啊，那也就是靠大西洋這一側，也就是發這篇那個 X 的這一篇文的這個作者，他就講到說，這個是不是當初啊，川普沒有準備好，然後現在才覺得他要後續的不斷的徵兵，那也就是他想要用地面部隊把這一個濃縮鈾實際上把它運出來，因為任何一個國家有了濃縮鈾，就是準備做核彈，那做了核彈之後，就會跟金正恩一樣。不聽話。好，所以我們看到美軍大軍集結，除了說現在3航母準備要全部都集結在中東地區之外，還有地面部隊现在也在美軍的部分，地面部隊也在做準備，彈藥的部分，当然现在也是持續的在快速的消耗當中，會不會影響未來美國對抗中國？等一下我們會請蔡委員帶我們看。我們先來看到，那其實川普現在此刻呢，是不是彈藥上面的補充，甚至是庫存出現了問題呢？因為呢，他現在繞過了最新消息，繞過了國會哦，緊急的軍售了以色列超過2萬枚的炸藥。那麼炸彈被視為是不是美以彈藥庫存已經不如想象的充裕呢？好，再來呢，我們來看到以色列的動作，持續的加碼攻擊。這一次他突襲的對象包括了德黑蘭的機場，並且摧毀了 F-14的戰機，還有轟炸了它的燃料儲存設施。德黑蘭的上空下起了黑色的石油雨。再來，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現在美軍把重點都放在中東，會不會影響這個川普想要削弱中國的力量呢？來自於華府的一些專家特別做的評論，這一位是華府的智庫專家，他警告說，戰爭拖得長，美軍將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飛彈防禦專家也說，這場戰爭可能削弱美國對於中國的戰略能力，美軍可能在未來幾年內就沒有足夠的彈藥可以來對付中國。這些評論委員怎麼看？這個裡面有對有錯了哈。我們首先談一個觀念哈，美國消耗的如果是炸藥的話，它炸藥還是滿坑滿谷啊，因為美國跟俄羅斯都有全世界最龐大的炸彈庫存。原因在哪裡？因為他們是從當年冷戰時代為了應付双方面所累積下來的。而到目前為止，俄羅斯打烏克蘭打到現在啊，它的炸彈的庫存量用還不到10%，那你美國可能儲存更大量哦。那這個炸彈的這個量哦，用在這個台灣海峽戰爭並不適合，並不適合。因為假設說你美國哈跟在中國大陸解放軍在台海發生戰爭的話，請問你炸彈炸誰啊？你炸上海吧，你炸台北嘛？因為不適宜用炸彈做戰場，跟那個伊朗的情形不一樣哦，也跟俄烏戰爭不一樣。第二個。這個中美兩國如果在台海爆發戰爭，主要是導彈啊。那導彈的話，美國也並不需要防禦導彈，因為防禦導彈只有日本跟那個台灣要，而且日本跟台灣只是挨打的角色，因為中國大陸的導彈數量實在太大，而不止導彈數量太大，它的那個什麼，它那個長程相式火箭彈哦，除了台灣有辦法救援打擊，要不然面對中國大陸的無人機加上相式火箭彈，台灣的很多基地就在第一個時間就不見了。那日本如果要參戰，日本會更慘。所以美國只剩下什麼？有各式各樣的導彈可以攻擊這個那個中國大陸啊，登陸船團啊，他應該不太敢攻擊中國大陸的本土，因為攻擊大陸的本土的話，中國大陸的更強的洲際彈道導彈就會出現，所以中美兩國就可能爆發核彈大戰，那這美國不會去打這種算盤的。美國在戰爭的最基本原則就是說，不管怎麼打，對方不可以打到我的國家哦，我的本土。那打外島沒關係，打我本土絕對不行，這是美國的最高戰略指導原則哈。那所以在這種處境底下，我認為美國是在保護台灣的能力會被大幅度的削弱，而這是無可避免的。因為戰斧導彈消耗那麼多，美國是。第一個，它的防禦導彈在這裡消耗差不多了，哦，包括愛國者啦、薩德啦這些防禦導彈，但是攻擊導彈，
它目前還好，比如說你那個戰斧導彈是有損失一些，但它攻擊導彈還很多啊，所以這個可是不一定管用，在台海戰爭上不一定管用哈，所以的確是在西太平洋被削弱了哈。那如果再把什麼韓國的薩德導彈再搬過去，或台灣的愛國者導彈再搬過去，也削弱了韓國跟台灣的防禦能力，那美國就更累了，還要更去拍習近平馬屁啊，對，看着不要打仗啊，變成戰略會這樣的情形裡面去哈。所以美國短期內無法補充它的防禦導彈，但是它的攻擊彈藥並不受影響。好，一方面是美國的防禦導彈受到這場戰爭的影響会被拖累哦。那另外一方面，伊朗呢，它現在则是持續的做這種消耗戰，因為看到現在或許美國最害怕的就是太長期的一個消耗戰。那現在西方媒體就說了，伊朗使用的方法就是複製當時的烏俄戰爭來打這一場消耗戰。前美國國防部官員他警告說，美國海軍已經拉到了極限，如果戰事拖長，美國可能削減亞洲的海軍的兵力，並且呢，特別提到說，俄烏戰爭讓美國討厭、痛恨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戰爭只要拖太長的話，會導致3個問題，包括了彈藥耗盡、財政壓力跟國內分裂。那麼，伊朗就是用這樣的招數，持續的用它的這個無人機跟飛彈來消耗、來拖垮美國，真的有用嗎？楊老師怎麼看？我們講的目前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美國大概不會在短期發動地面戰爭。川普昨天也說，他不會透過庫德族進行地面戰爭。大概他評估過，這個庫德族的影響有限。那美國的這個82空降師最多可能把在伊朗外海的哈爾克島給佔領，但那個島其實是影響到伊朗的石油出口的90%，它有它的重要的戰略跟經濟的這個價值。不過這樣子一個做，你就進入到地面戰爭。那所以，如果目前是純粹以轟炸相互的無人機跟飛彈的這種交換而言的話，的的確確戰損一直是在擴大，但是呢，在可控的範圍之內。那我覺得接下來這個戰爭會打多久？4個因素會影響。第一個，川普的想法的變化，他一直在變，但是川普的想法，我覺得現在受到接下來3個因素的影響。第一個，美國跟伊朗它的戰爭目標是不是在改變？尤其現在伊朗選出新的領導人，他的戰爭目標是什麼？那當然，攻擊方比他佔優勢的一方，美國跟以色列的戰爭目標是不是接下來要去斬首？就是那個穆杰塔巴還是說他要去讓伊朗無條件投降？當然，這2個看起來不容易做到，還是說達到怎麼樣的這種地面的損壞的效果？其實那真的也沒有辦法去讓伊朗投降，所以目標這個就變得很清楚。那第2個，雙方彈藥的庫存，目前美國攻擊轟炸的庫存，我覺得不是問題，它可以從全球調。但是美國的攔截飛彈，剛才蔡委員講的很清楚，那這個真的是有限。而伊朗呢，它的無人機造價便宜，目前至少有2萬架以上，彈道飛彈應該至少還有1500枚到2000枚。所以你看它幾波，每一波都是幾十枚彈道飛彈，幾十架、上百架無人機，那持續的就跟你交換，然後造成你的損傷。那但是我覺得第4個影響的就是荷姆茲海峽的通行的狀況，因為它會造成持續油價的飆高。今天已經紐約油價來到100塊，然後布蘭特原油已經來到110最高的時候哈。那因此因為不斷的在變動，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我預測了。有3個因素會影響川普的最重要的想法以及這個整個戰爭的走向。第一個，當美國的士兵死亡超過30人的時候，現在是7個人嘛？你想想看，因為在美國的國會裡面投票，他按照政黨的分布投票，但共和黨這邊有1個人跑票了，那是 Kentucky 的 Paul Rand，他就講的這個東西不能再死更多人了。所以如果超過30個人，那這個會對美國內部的政治以及接下來選舉以及對川普的壓力就很大。第2個，油價如果高於150的時候，布蘭特原油在過去從來歷史上沒有高於150，最高的時候是在2008年143塊，那個時候是為什麼呢？因為金融大海嘯，還有俄羅斯攻打喬治亞，那這跟這個中東有關。然後我們看到911事件之後，大概油價都在120幾、130幾，然後呢？
美國在那個疫情的時候，2022年的時候大概是130塊，220幾，不到130。所以你看3個時段，經濟大蕭條，然後呢，這個反恐戰爭，到了就是這個疫情。你看，其實跟戰爭呢，當然都有關聯，但是呢，沒有像這一次這麼大規模，而且就是荷姆茲海峽20%的原油跟天然氣，它一旦如果原油超過150，當然美國自己產油啊，但是油價會跟着變貴啊。那美國產油是沒錯，但你油價變高的時候，你美國老百姓加油還是貴啊，所以這個物價啊、經濟都會受到影響。那這個時候，川普能不能忍受？那我覺得第三個就是，當以色列停戰不完的時候。因為以色列如果不斷的遭受到飛彈跟無人機的攻擊，他特拉維夫現在已經很多人要逃離了。當以色列發現到他玩不下去了，攔截飛彈也不夠了，那個時候呢，怎麼辦？以色列說我不打，那川普就說那你不打我也不打，當初是你要我打的。我覺得這個時候川普可能就會改變。好，現在持續關心到是荷爾姆茲海峽變成了戰場哦，因為現在伊朗呢持續的封鎖在這邊的全球的石油的咽喉，不對稱的作戰會不會逼死川普呢？全球經濟在此刻開始拉響了警報。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在荷爾姆茲海峽封鎖這個全球打起的就是能源跟經濟戰了，比子彈還要更致命啊！於是呢，現在最新消息的是以色列方面又出手了，以色列針對了伊朗發動了大規模的空襲，目標直指就是當地的30座的石油的油庫哦。那麼美軍這個是美國的官員也私下做爆料說，華府得知到這個消息之後，整個大暴怒，第一時間就立刻罵了髒話哦。明顯的就可以看到，美國跟以色列在此刻開始發生了很嚴重的戰略上面的分歧，是不是美國根本拉不住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了呢？伊朗方面也不是好惹的，革命衛隊在此刻開始針對美以進行了警告，說你如果敢繼續攻擊能源設施，油價到時候你們就要好着受了，會突破每桶$200大關。只要任何的國家他也示警了，願意驅逐以色列跟美國的大使，就可以在這邊行使完全的自由合法來通過荷姆茲海峽。我們要來看到伊朗的武器哦，還有哪一些？剛剛特別提到的荷姆茲海峽，現在呢就是要把其他的國家一起給拖下水，其他的國家就可以針對美國跟以色列給予壓力。這當中荷姆茲海峽因為掌握了50%的石油跟天然氣，涉及的國家包括了這麼多，沙烏地阿拉伯、阿聯跟卡達等等，所以現在伊朗就是希望能夠用荷姆茲海峽的封鎖來對美以施壓。我們看到美國總統川普也立刻發出了警告，他說美國將會發動比目前為止更猛20倍的打擊，針對荷姆茲海峽。如果伊朗你敢再阻止石油的話，就會做更多的打擊。伊朗革命衛隊也拋出了一個最新的消息，他說只要任何一個國家願意驅逐美以大使，就會合法的讓他可以自由的控制海峽。消息人士也特別說了，伊朗計劃接下來要對波灣的這些盟國的郵輪跟商船來徵收安全費用。那麼，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要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呢？這一套是來自於伊朗的不對稱的作戰，看起來似乎已經奏效了嗎？這個事實上，伊朗封鎖荷姆茲海峽這個做法，就凸顯了美國在開打之前完全太輕敵了。他把這件事情把它排除在外。你都已經把人家的這個領導層端掉48個人，你會覺得人家不會封鎖荷姆茲海峽嗎？荷姆茲海峽被封鎖以後，川普發表了一個軍盲的演說，會讓美國海軍都快要怎麼講啊？都快怎麼樣？都快昏倒。他說我要派船艦去護航。你怎麼護？你這就是把美國的軍艦送到人家槍口面前。那不要靠什麼超高音速導彈的艦炮就把你幹掉了，很容易就把你這個船幹掉了。那不是把美國軍艦拿去送死嗎？荷爾姆斯海峽不是一個點啊，它是一條線啊。對，那美國也在考慮說，那我派地面部隊5000個人夠嗎？你一個紅海你都沒搞定對不對？而且荷姆斯海峽這個現在就用了。那為什麼川普現在昨天那麼緊張記者會呢？事實上，
石油他說啊，這些我們根本他石油漲價小事情，我不在乎。你川普不在乎，美國很多人在乎啦，对不对？包括他身邊的顧問現在都在乎了，漲到110你就受不了了。人家要給你搞到200，快得很啊，快得很啊。我認為他講的200就是說，荷姆斯海峽再擋不住的話，對不起，我就要攻擊海灣國家的油庫。油庫你再不屈服的話，我就攻擊油田。會不會這樣做？當然會這樣做。那他一步一步來的。你川普想到了嗎？都沒想到啊，所以才會匆匆忙忙連續2天要記者會，然後丟出來一個怎麼樣？一個訊息就是說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他只講了這一點，他只講了，他還有一點，可見油價，他說我不在乎。騙自己也騙世界，他剛說哎不在乎，他昨天還講了一個什麼？我現在已經取消所有的經濟制裁有關石油的經濟制裁措施。美國對很多國家就禁止你買油，禁止你賣油。美國不曉得有多少项，他盤點一下多得不得了。他说我全部開放，為什麼？就刺激那個油價不要太過波動嘛。再波動漲到150的話，川普也不必選了，對不對？然後川普就真正寡人一個。然後這些你以為這些海灣國家會開始對伊朗報復嗎？我告訴你，通通跟美國劃清更劃清界限。他們沒有這個意願去跟伊朗去作對，也不是伊朗的對手。你美國都擋不住他的飛彈啊，你叫這些海灣國家去擋？你不是開玩笑嘛？所以現在這個狀況對美國真的是不利。為什麼這麼不利的情況會發生呢？我覺得就是川普一個人獨裁，沒有要開戰，都是用賭博式的方式輕敵。我講這個荷姆斯海峽，你看我們現在討論成這樣，世界已經大亂了。我只說下一步，伊朗就是說炸油田，看你怎麼辦。对，現在川普要擔心的，除了國際油價持續的高漲之外，還有就是會不會伊朗接下來會開始炸油田？那就算川普先前喊出了說，任何的船隻你通過這邊，我們美國可以提供保護費，但是看起來是沒有任何船隻現在是敢通過荷姆斯海峽的。尤其最近又發生了很多的事情，在這個海峽10艘船遭到攻擊，而且4起事件總共釀成了7人死亡。還有就是說，如果油輪真的被炸的話，到時候會有原油外洩的問題，又會引起更大另外一個層面的浩劫。幹哥怎麼看？絕對不能夠炸油輪，你知道嗎？大家認為說那個也不過是美國跟伊朗衝突升級的一個必然的結果，對不對？可是我可以告訴你，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在美軍介入之後收復科威特，結果那個時候大家還記得嗎？海珊政權就說放一把火把它全給燒了。你知道有多少油井起火嗎？652處油井起火，也就是說，那也叫革命衛隊，叫伊拉克的革命衛隊。他們奉命在撤退的路上，他們就放了一把火，把科威特的油井全燒了。因為他們入侵不成嘛，美國介入嘛，那他們只好退回伊拉克境內。結果他們沿路就放火燒，沿路放火燒，你知道到最後，你知道總共統計的結果，他們燒掉了10億桶原油，是10億桶，他們造成的那個原油覆蓋損毀面積達到了10萬英畝，這麼大的損害，你知道花了多少時間才恢復嗎？5年之後，那邊才開始有出現生物，很多。這些就是說環保的團體啊，綠色革命啊，他們去現場採集那個樣本，你知道他們看到的很多被這個侵蝕的鳥類啊，以及原生動物，當他們被發現的時候，已經變成化石了。因為他們直接由石油浸泡之後，然後退去之後，大火這個澆滅之後，他們就變成化石，非常悲慘的一個生態浩劫。所以。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說，川普你要實際一點，這個浩劫是會再發生的。如果它再發生的話，伊朗恐怕要比海珊還要厲害吧，還要更有效率吧。所以，如果真的逼得伊朗必須要使用
破壞原油啊，就是攻擊海面上的油輪，或者是攻擊沙烏地阿拉伯、巴林、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這些國家的油田的話，見證者無人機是做得到的。如果做到那個地步的話，那就是無差別攻擊了。可是到時候會對全球的金融業造成比以前1973年的石油危機要更嚴重的損害，絕對不是2008金融海嘯可以比擬的。所以我認為當然了，你說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嗎？我是認為說，川普你只要不要逼到狗急跳牆，人家自然就不敢這樣做。但是我們已經看過海珊做的結果，那是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你知道那個時候那些志工們、環保志工們說，真的油田被炸的時候，我跟你講，油輪被炸更恐怖，那整個海域都完蛋了。那整個海域叫做什麼？叫做阿拉伯海，不是只有波斯灣而已。荷姆茲海峽只是伊朗拿來作為對抗美軍的一個借口，到時候它的污染會污染到整個阿拉伯海跟阿曼灣，那它的生態浩劫就更可怕。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真正要關心的議題。好，所以接下來會不會這個伊朗被美以逼急了，狗急跳牆，真的去攻擊這些油田，讓這一場石油的危機擴大？其實現在來自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一位是阿吉翁，已經正式的做出了示警。他說呢，如果戰火擴大，全球經濟可能重演的是1973年的石油危機。現在歐洲國家也針對了這個美以的動作，開始做了大肆的批評。瑞士直接公開表示德黑蘭的攻擊可能違法的，德國則是懷疑整場戰爭的合法性。尚志哥怎麼看這一場這個石油上面的危機，川普能撐多久？基本上，我覺得石油不會到變成一個嚴重的危機，主要是我覺得從川普昨天稍微感覺起來，他說這個要打完，這個稍微態度一出來的時候，整個油價的部分就立刻一路下跌。那從118塊錢跌到現在，我們錄影的時候是93塊，所以跌了20幾塊美金嘛。所以我覺得這個大家就覺得那個期望值在。我也特別關注到現在在石油的期貨有就是對3個月之後的你的預估，現在對於石油的期貨是88塊，甚至比現價更低。所以大家認為3個月之後應該就會回到88塊。當然這是眾人的期待，不見得是事實。我覺得我們還是要來看現在包括伊朗態度。我認為伊朗現在慢慢對於荷姆斯海峽，除了像中國等等的船只可以經過，他最近的說法是說，所有你只要是跟以色列跟美國斷交的國家都可以考慮讓你经過。所以我認為大家都是在開口子了啦，都知道這個嚴重性。畢竟我們講說石油的原油，因為能源對於全世界的物價通膨，沒有一個國家，地球上沒有一個角落能夠逃脫它的影響。雖然川普都是說這是小代價，在此前，可是這2天我們每一天看到川普對於油價的那個壓力感受，從他接受訪問當中就可以感受到了哈。而且現在這種能源的部分的震盪，我們來盤點現在。首先，對於美債這一次當中，過去來講戰爭都會逃到美債這一次完全沒有任何限定，因為美國你就自己打仗的國家，美元一開始漲起來，可是美元後來也是後繼無力，大家並沒有特別要搶美元，因為覺得美國就是這個班為最虧。然後我們看美股的震盪程度，聯想我們像台北股市能夠一天大概震盪跌2000點，然後再拉回來一點點，都動輒全世界都是這樣子。日本，尤其日本、韓國等等亞洲地區受到能源影響的國家，所以大家在這裡頭不是跟着震盪，一方面被震盪，一方面在調整。我認為這跟過去不太一樣，可能5年前、10年前，你只要能源發生戰爭的情形之下，大家都無能為力，就眼看着這一切。可是歷經了最近那麼多戰爭，我覺得資本市場，我看全球都是那個調節力跟調整度，或者逃到別的地方去稍微潛到那方躲一躲。再這樣，但是我們要注意，唯獨這次要特別注意是中東國家哦，因為過去來講，美國的經濟是 AI， 而 AI 當中，波灣這些有錢的沙特這些國家是大金主啊，而且早前黃仁勳专門跑到那邊要去建全世界最大的 AI 中心，不是嗎？結果 Amazon 的數據中心被打的時候，大家全部撤光光。所以現在我覺得比較大的影響是，這波灣國家作為全世界美國最重要泡沫那個 AI 的，又是金主，又在波灣要做這個東西，原先這些計劃都是好多錢 ，ChatGPT 的部分 OpenAI 也全部都去到那邊好幾趟了，但這些現在還會繼續嗎？
波灣的金主也是支持包括非洲國家發展他們投資，以及跟中國很多的方面的經濟架構，歐洲也是。所以我個人認為，我不是看有價，我現在就看這一次的戰爭對於波灣國家的投資實力，包括 AI 那個東西有沒有縮手。如果那個東西一旦有縮手，包括影響了波灣的建制的話，我認為這是後面那波真正對全世界經濟的衝擊所在。